华今年55岁，在这家公司干了28年，从3个人小作坊干到现在，账没出过一笔错。大老板说过，我是公司的定海神针。然而，在我退休前5天，公司空降了个新总监。财务部最大的问题就是老人太多，效率太低。我知道你们以前是怎么干活的，但是公司业绩、过期的规矩全改，我只看数据，不看资历。以后所有人马上从你面前走，谁搞清楚公司管理，特别是我这样的年纪大、做会日子的老员工，在我的团队里，没有任何人可以养老。散会。这天，我像往常一样准时下班。林秋华，你要干什么去？下班啊，徐总监，5点半了。我刚刚开会上说的话你没听见吗？今晚所有人有卡，把过去3天的账务全部从加到我的逻辑说一遍。9点之前谁也不能走。徐总监，我的日常工作已经做完了，如果需要加班，请提前走公司的加班审批流程。你给我查流程，我就是财务部的流程，我不让你动就不能动。林秋华，你这个老员工就是公司的沉没成本，再这样混下去，我会建议公司优化你。大老板半个月前还说，等我站好最后一班岗，要给我办个风光的欢送会。好的，总监。你说什么？徐总监只管按流程来就行，我都配合。公司花钱请你来是创造价值的，不是让你来当大爷。如果连这点拼搏精神都没有，趁早给年轻人腾位置。是徐总，你就是小这王姓吗？徐总说的对，坚决拥护公司。对那些没有价值的沉没成本就应该坚决切割。林姐，邮件看到了吧？徐总监可是终身格的，前公司通报。林姐，徐总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邮件看到了吧？看到了。这就是你不服从管理的代价。我查过你的档案了，一个中专生，连个 CPA 都没有，你也敢在财务部混这么多年。徐总监，公司早期的账不是靠证书做出来的，是靠一笔一笔核出来的。少来我这边公司的经验和选择，要么今晚开始做老老实实加班，到公司5年几个月就暴露我的资质口，要么你跟基础动作，别自己混账。如果我都不选呢？林秋华，你真以为公司离不开你？你这个老员工就是公司的毒瘤，你要是不主动走，或者走流程优化你，以严重违纪为由，你一分钱赔偿都别想拿到。好的，徐总监，您动作快点，我怕赶不上退休前到账。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我等您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林秋华，既然你不想干了，现在就把工作交接一下，把公司的网银邮件、税务密钥，还有所有银行的预留印纸全部交出来。徐总监，根据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核心优盾和印记的移交需要大老板的亲笔签字，并且要在内审部门的监督下进行。你别教我做事，我是财务总监，整个部门我说了算，老板再多爱考察，天天小事不想了。林姐，徐总让你当你的交代，你大概离公司这么多年，不会干点什么就没人会做，看你系统查出来吧。小李，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造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谁造谣了？你要是自己没鬼，干嘛我的优盾不放？林秋华，我以财务总监的身份命令你，现在立刻交出所有密钥，否则我就报警说你持有欺诈。好，这些可以交给你，但是印监卡在银行的保险箱里，需要双人持证才能取出。都什么年代了还印监卡？我的机系统全部都是无纸化审批，只要有优点就够了。借，把这个插到机系统上，下午就把之类的供应商尾款和员工工资报，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外籍效益？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全年来账还没有账没存，一年账号备份，还有银行风控备案、申报可及说明、查账审计、调整可及都要用。我的是宝贝，我的机系统不带进海账，自动发提交出申报表，并且这个出申报表，现在就删。所有做备份、做账、老油出收，全部才难抵，留这个历史包裹，就不会在机系统上面的效益。对啊，林姐，徐总监他系统是多少印金呢？是如何？以后再也不用翻旧账本了。好，不要再讲话。财务不要往前走，这里彻底丢掉老一套，交接完了，你现在就可以收拾公司本了。开除通知书，我会让 HR 直接送过来。真排除了，这林姐不是老员工吗？老员工怎么了？徐总是海归，讲究的是效率，谁让你不加班的？杀鸡儆猴呗，以后谁还敢准点下班？他已经，我都已经清楚了，财务部的空气都 KPI 快来了，机器统已经上线，今天下午我们就完成了研究，大家听一下。林阿姨，这是辞退通知书，徐总让您签的字。林阿姨，您别太难过，我不难过，阿姨高兴着呢。林秋华，离开这家公司，你这种年纪就只能去超市当收银员了，这就是你不懂变通的下场。徐总监，字我已经签了，法律程序已经生效，希望明天这个时候你别哭着求我回来。距离我55岁法定退休还有4天，距离公司每个雷打不动的发薪日还有不到20个小时，那个只有我知道的大额转账必须配合动态口令器的老旧风控系统马上就要发威了。你今天真不去公司了？不去了，人家昨天白纸黑字让我滚，我再去就成赖着不走了。那正好，难得你上午在家，中午想吃什么？清淡点吧，下午我还要整理材料。公司的人，接吗？不急。这么急，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发薪日上午，出纳这么急着找一个昨天被开除的前人，你说能是什么好事？怎么回事？供应商违法和公司代发，都提交不了。徐总，银行来一直提现就知道，但是需要动态口令，什么口令？我的机器统是国际标准这些，我不会这么多。徐姐姐，我问你，几个大供应商你打过电话把我找来骂娘？还有供应商说你们照顾状态异常，对方银行都提退回风险了，你们财务到底出没出款？再处理，有结果会通知你。行，我等你回复。耽误了项目交付，违约金你们财务部代表。今天15号，公司怎么还没到账？以前这两天9点半就到，我今天回头来晚要上更新的，你们是谁给准话？我马上让财务部。你不提醒他们？提醒过了，交接清单上写的清清楚楚，录音里也有。昨天他们让我交优盾，我交了；让我签字，我签了；让我离开，我离开。我现在再开口，事情就说不清了。那你吃点，别让他们坏了胃口。徐总，销售不要催了，人事部也在问，怎么办啊？你先回一句，这款项你在处理，请各部门耐心等待。可我们根本没付出去啊，你帮你就发，先稳住他们，我这边联系银行。什么叫处理中？是已经付款，还是没付出去？供应商要的是银行回单，不是处理中。公司也是处理中吗？员工让明确到账时间，现在已经有人说要去劳动局投诉了。财务真正有底气的时候，会甩回单、甩流水、甩批量代发成功截图，只有账打不出去又不敢承认的时候，才会让别人耐心等待。还在打？就这么晾着？急的是他们，不是我。徐姐姐，这不是我一个部门的事儿。昨天财务除了介绍我，我还看人供应商发给我，现在照顾银行还没收到汇款，你都没有做好，别怪我催你说话。你跟我这边有提出处理嘛？那我们这边的提出处理嘛？昨天徐总监还说新小团队，这团队是公司发出来。林秋华，你接电话，现在很急，动态口令到底在哪？昨天接优盾的时候，手伸的比谁都快。徐倩倩说就财务拖效率时，附和的最响，现在知道急了。徐总，他还是不接，微信也不回，你去哪？打到他电话接。他会不会是故意的？废话，他就是故意传的口令器来看我们出丑。徐总，请你都在问，我们要不要回一下？回什么回？你要不要了？先把账务自己解决再说。徐总，供应商已经把话放这儿，12点前看不到尾款，下午联络全部进场，我们几个项目都不结，不纳违约金，这个本事算谁的？公司生产部做好提前准备。阿徐倩倩，员工这边也需要明确回复。现在已经有人在问，如果公司今天发不出工资，是否属于拖欠工资？财务部正在处理，几个部门都要扩散口方渠。徐总，供应商尾款没到账，员工工资没到账，这两个结果都已经发生了，如果再无钱无法解决，人事部需要向员工发通知，徐总现在不是可信。徐总，怎么办啊？慌什么？继续给林秋华打电话。只要我接了电话，他就可以把所有问题压回财务部内部，说是我没交接清楚，说是我故意刁难，我不接，所有压力就只能指向他，而不是一个已经被开除的林秋华。脸色不对，出大事了。基本户触发红色警报，要双向锁死了。先让他们自己炸一会儿。徐总，银行是总行自动介入了，基本户马上双向锁死，自己已经付出，网银柜台代发工资全部停了，怎么可能？我的基础是国际标准对接，我不是出发风控，客户经理说，等我把操作环境换了，这样结果都是提前备案，系统开机交付没盗用，还要提交合同凭证、交接材料、法院调查才能解，快的话也要耽误1个工作日。慌什么？现在听到，你在工厂听说一下。
控部的，咱们公司基本户今天连续触发3次红色预警，异常提交批量付款指令，按规定上门核查情况。请问你是？我是公司今年财务总监徐倩倩，账户也早问起而已，我们内部正在处理，他拿我们好一趟。小核实基础信息，咱们基本户在我行备案的财务负责人还是营收法女是吗？营收法已经离职了，我是今年财务总监，负责人变更后续问题100。离职了？那今天的批量付款指令是用谁的权限提交的？用出纳权限提交的。我们机系统上线，统一调整了操作链路，更换操作环境，切换付款接口，都没有提前向我行报备。大额批量支付的风控规则你清楚吗？什么规则的？你们这个老流程早就过时了。我们机系统对接的是国际标准财务模型，风控算法比银行传统机制精细得多。说白了，是你们系统太老旧，识别不了新的操作模式。徐总监，咱们这个基本户开27年，从公司初创就在我行。以前营收花费100万的时候，别说红色预警，连2级风控都没触发走。每次换操作人换系统后大额，他都提前1周代起，我来报备，流程从来没触发走。今天半天之内4次异常提交，操作人接口环境全换，连备案负责人都已经离职，换哪家银行都会直接锁户。按规定，账户风控解除需要备案的财务负责人或法人本人，带身份证原件和银行余额印记都可以办理。你们尽快安排人，材料不全解不了。总监，那供应商的尾款怎么办？今天原料是要进场啊，尾款不到账，货就不谢。后面还有3辆车等着呢，耽误了工期你们自己担着。总监，原料车堵门口了，生产线已经停了一条，再等下去下午全车都得停。徐倩倩，你给我说清楚，基本户只进不出，供应商堵在大门口，生产线停了，几千万的订单违约金，你担得起吗？这是您是技术问题。正打开银行沟通，徐总，办公室员工都炸了，好多人问是不是拖欠工资，还有人说要打劳动局电话，你必须给个明确说法。你倒是这样，供应商堵在大门生产的原料，你给我说沟通，跟谁沟通？沟通出什么结果啊？银行说要打赢调查，还要补齐交接资料和沟通说明，大老板在国外，我有什么办法？交接资料，你昨天不是刚把营收划开了吗？你说老流程全淘汰，新系统全搞定，现在人赶走了，烂盘子，你跟我说没办法。徐总，公司发放是公司制度规矩的，今天发不出去，员工真有权利去劳动局投诉，到时候不是您是问题，你得去干嘛的？我会处理。你会处理？你拿什么处理？现在挺乱的，你别跟着上火。我上什么火？该提醒的我提醒过，该交接的我签过字，该录音的我也录了。现在该着急的本来就不是我。又怎么了，徐总？出纳那天电话一直响，销售部、采购部、供应商都在问，我不知道怎么回，我怎么回？先打不出去，你拿什么回？还有事儿，徐总，要不然再给您姐打个电话吧。喂，林秋华，你到底在系统里做了什么手脚？徐总监，你先说清楚，什么系统，什么手脚？你少给我搞糊涂！昨天交接前还好好的，今天系统一打满账，不异常，都是这个系统自己也发不了，徐总监，我提醒你一句，昨天下午你在公司群里通报我严重违纪，昨天下午 HR 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送到我手上，也就是说从昨天那一刻起我已经不是公司员工。你别来这个堵我，你在公司干了28年，系统都是你管的，谁知道你走进来什么人？第一，交接清单上有你签字，也有你的签字；第二，又救命了，银行有印件相关资料，昨天已经按你要求完成交；第三，我现在没有公司账户权限，没有系统权限，也没有任何操作入口。徐总监，你刚才说我在系统里做手脚，说我留后门说故意让账户异常，这些指控都很严重，你如果有证据可以报警，如果没有，请你注意自己的表述。什么库？找资料啊！林秋华，我问你，动态口音器在哪？什么动态口音器？徐总监，昨天你亲口说我那套老流程是陈芝麻烂谷子，不适合你们国际先进算法，你也亲口命令我交出优证就可以滚。我已经被开除，交接已经完成，你也签了字，公司账户现在由你们管理，我无权限操作。徐总监，你刚才所有话我都听清楚了，你指控我做手脚，我已说明我被开除，交接完成，没有权限。至于你现在说的动态口音器，请你回去查你们先收过的交接资料。林秋华，我最后问你一遍，动态口音器到底在不在你手里？徐总监，我再提醒你一次，我已经被公司开除，交接也完成了，你现在问的任何公司账户问题都跟我没有操作关系。你以为这样就挂了？嘴硬得很，就是不肯认自己的问题。别哭了，现在写一份情况说明。舅姐，你在接手优证后未按规范操作，多次重复提交付款指令，导致银行风控锁户，影响公司发放和供应商回款。徐总，这怎么能算我的错？明明是你让我用新系统提交，然后我连视频也提交了，连视频你，又问是不是在你手里下？现在账户锁了，你不然得了，难不难我的？你先把双击写了，把视频先稳住，等账户解开，我不会见怪你。要是解不好，账户解不了锁，所有损失都得算在你头上。徐总，这说明我真写啊？那这要是银行追究下来公司会保我的吧？那你见你的写，先把销售部的人是不是给堵住？等账户解开了，既然小事还没追算你好，银行说要法人要备案财务负责人到场，我就是被出纳，这要是有处罚，我会知道我从业记录里的，这本就做备法，这次的大事你是直接操作人，优证在你手里，一旦有质疑，你不发现场，难不成让我这个财务总经理背锅？凭什么？监督的是你命令我的，用新系统提交是你要求的，连提交到银行的记录，是你说不用，现在出事了，你在公司投资出了事，你不担当，交接单是你签的字，系统查扣记录全是你的账号，不是你的错是谁的错？你还说你姐的做流出是垃圾，说他的风控机制是陈芝麻烂谷子，说他的风控机制是陈芝麻烂谷子，你当初是不是也跟着点头不可说自己总监，现在出了事了，你怎么点头不可说自己总监，现在出了事了，你怎么点头不可说自己总监？现在出了事了，你怎么点头不可说自己总监？李令，你现在是在问我业务常识，还是让我替你处理公司账户？我不是让你处理，我知道你已经离职了。可是徐总监现在说是我操作不当，造成银行锁户，让我自己想办法。明天我一定出纳，我哪懂这些啊？昨天你接优证的时候不是挺懂的吗？林姐，我昨天也是依据徐总监安排，我以为这是换个系统，输个密码点的确认，他说国外那套系统自动识别风险，根本不用管以前那些流程，所以呢，我就知道他说的是了几次。第一次提示动态口音不匹配，第二次提示节身份认证异常，第三次提示直接账户不打结，后来我银都票了，会员电话也打不通，银行客服就一直说账户已经触发红色风控，立马检检查问大姐。林姐，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刚才徐总监当着人的面说是我没核对清楚，乱输验证码才把基本户保冻结的。他让你怎么写？他让我写，结果在接手优证后不按规范操作，导致银行风控锁户，影响公司的供应商付款，这话挺完整的，看来不是临时想的。林姐，我怎么办啊？我拿不出去，供应商那边也在催，徐总监把所有问题都推给我。李玲，我能告诉你的只有常识。你说，我都记下了。企业基本户触发这种级别的风控，不是你们在新系统里重新点几下就能恢复的。线上权限被暂停以后，通常要走柜台核实。柜台核实要什么？要法人本人或者公司登记在银行的财务负责人带身份证原件到柜台，还要带银行旅游印记，配合银行核实账户异常原因，具体材料以开户行为准，但这几样少一个都不行。法人或者财务负责人，身份证原件、旅游印记，对，那我去不行吗？我是出纳，我拿着优证去，跟银行解释清楚，你不是法人，也不是财务负责人，银行不会因为你可以把资料公布出来，可徐总监让我自己解决，他说这是我操作失误造成的，那我查清楚了，那你现在明白了吗？那我去，我是财务总监，我怎么可以呢？你入职才几天，银行基本户的财务负责人备案换成你了吗？你在银行留过身份证原件、签字样本和授权书吗？徐总，银行刚才也问了，说系统里登记的财务负责人还是林秋华，那不就行了？林秋华，你马上拿身份证来公司，跟我们去银行办理解冻。解除通知书我签了，我跟公司已经没有关系了，银行没变更，是你们管理失职，我没义务替你们跑。就算你连去了也不行吗？还差2样东西，第一，动态口令器，到账户柜台解冻必须对他验证。昨天交接我提醒过，不能和优证分开，是徐总监说那是老古董，用不着。第二，银行预留印件卡，不是随便拿个公章财务章就行，必须和银行邮底完全一致。我怎么样子呢？李玲，你不知道，我只知道位置。
板手里，交接清单备注栏写得清清楚楚，签过字的。怎么会这么麻烦？这是挂着前公司工资、税款、供应商款的主账户，触发风控后口令器、备案身份、身份证原件、预留应急、保险箱钥匙，却一样都解不开。大老板他多来打不回来，要是拿不到，一年开起不出来，你能不能在这里好好打招呼？习总监，话别说反了，账户不是我动的，系统不是我改的，强行跳过最流程的人是你们。林秋华，这件事可以先放一放，我可以撤销对你的辞退通报，归你的岗位。你回来，先把账户解开，把公司的供应商款打出去。林姐，你就回来一趟吧，大家都等着呢。解除通知书已经生效，劳动仲裁我也提交了，不是你一句撤销就能当什么都没发生过。我现在既没有劳动关系，也没有公司授权，没有义务替你们去银行擦屁股。林秋华，你干嘛走绝？路不是我走绝的，是你们亲手把能开门的人赶出了门，所以别再找我回公司救急，我不会去。林秋华不是昨天才被开除吗？交接是不是有问题？本来就是交接问题，他林秋华走之前不以常理严的，别说清楚，到时候就这么两对，这个我说的太清楚，会议儿昨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提醒，是他让我闭嘴，现在倒成了我没交代，想把锅扣到我头上，先看看这些证据答不答应。知道了，我知道了。改天最早一班飞国内的航班，现在就去办，好的，董事长。是啊，怎么会触发风险预警？账户冻结只是开胃菜，税务这颗雷才是真的要命。供应商堵在门口，两条资产就全停了，违约金120万，再拖下去腿根本都不住。我只问两件事：账户为什么锁？税务预警又是怎么回事？老板，这真不是我的问题，是林秋华一之前动了手脚，在系统里留了后门，还把动态口令器藏起来了。他这手的时候态度就特别差，会误导我救济奖等长公司出乱子。您这董事会快，可不可以公司明白的事？关键是赶没提前报，绝不可能是巧合，救济单呢？他这个都是表面东西，真正能用的口音，一言一字全扣上，他就是被辞退了，罚更太金，不影响公司经营的道理。28年，我真没想到他会做得这么绝。报警，就说前员工恶意破坏财务系统，藏匿公司核心设备，让他们来查。刚泡的，温温的正好喝。阿哲发来的，大老板到公司了，下次没放，直接进了会议室。又在往你身上泼脏水，他们急了，开始咬人了，要不先关机，图个清静。不能关，他们现在说的每一句话，将来都可能有用。28年的底账、税务、审计，每一次不是我挡在前面，现在一句狠，就全抹干净了。怎么了？他们要报警，说我破坏系统、藏匿设备，性质很严重。这不是污蔑吗？让他们报，我怕什么？怕他们把证据送上门。我陪你。不用，你在屋里就行。林秋华，我真没想到你会做到这个地步。你一之前破坏系统，还藏匿动态口令器，害公司账户冻结，税务异常。你知不知道这已经不是劳动纠纷的刑事问题？既然你们已经把破坏系统和藏匿口令器的帽子扣下来了，那就别在我家审我。有话等警察到场再说。行了，好多口干舌燥，你家饮水机在哪？我倒杯水喝。我告诉你，林秋华，现在是这样，我藏匿也没用，警察还以为这上都是你的东西。大老板，那是我家私房。怎么？我还能拖你东西不成？我就是看看你平时在家都写什么账，免得你说不清楚。第一，我家全屋都有监控，从进门到现在，你走了几步，碰了什么，都录得清清楚楚。第二，你没经你一起私闯民宅，还试图翻动私人财物，等会警察来了这一条，我可以一并报案处理。第三，公司的账都在公司财务部，我离职时交接的明明白白，我家里的私人体系跟公司没有半点关系，你没资格碰。你别血口喷人，我就是随便看看。是不是随便看看？监控说了算。警察到了。同志，就是他，他一之前故意破坏我们财务系统，还藏匿公司核心口令器，现在公司基本不冻结，供应商堵门，工资发不出去，损失已经300万了。同志，他在公司管了28年财务，最清楚系统漏洞，就是他碰在心故意报复，我们好好的公司，没有导致现在这样。先别吵，谁报的案？报案内容具体说，一项一项来。关键财务设备具体是什么？系统哪里被破坏？损失怎么核算的？优美，还有动态扣令器，他交了优美，但把扣令器藏起来了，系统付款一直缺验证。动态扣令器原本登记在谁名下？放在哪里？交接清单上有没有列明？同志，进来说吧。门口站着，不方便记录。公司关键财务设备被前员工恶意藏匿，系统被人为破坏，他还趁火打劫，开除了180万。他就是向着公司现在一步开场，故意卡住我们。一项一项说，关键财务设备具体是什么？牛顿，还有动态扣令器。牛顿是谁保管？什么时候交接的？有没有书面记录？牛顿，昨天他离职时应该交给我们了。应该，你是财务总监，交接有没有清点？李先生，你说清楚，他交了牛马，他交了动态扣器，系统提示查验证，动态灭号器原本登记在谁名下？放在哪里？交接清单上有没有列明？你们说系统被人破坏，有没有技术检地？谁发现的？具体表现是什么？银行账户冻结和财务系统被破坏是两回事。你们报案说他破坏系统，就要说明系统哪里被改了、删了、锁了，有没有操作日记？有没有技术部门的确认？系统无法完成付款，是保单也异常，他一之前接触过系统和用过，有能力动手脚。有能力不等于有行为。你们有没有证据证明他离职后登录过系统，或者离职前做过异常操作？保安同志，他还敲诈公司，公司出了事，他账户只有180万，不给前员工回来处理，这不是敲诈是什么？180万是什么性质？180万是什么性质？他为什么提出这个提议呢？他说他严重违纪，公司不管，一直在他有没有书面通知书？劳动关系解除时间是什么时候？他提出的是劳动赔偿，还是已不交办公司物品为调解核查？林秋华，现在他们对你有3项指控：第一，藏匿优盾和动态口令器；第二，人为破坏财务系统；第三，涉嫌敲诈勒索，有材料可以出示。这是昨天的离职交接清单，这里有徐倩倩的签字，基本户拥2个，税务数字证书1个，电子圣洁登录密钥，银行网银管理员权限，付款复核权，4期导付费分目，交接接收人时间地人是徐倩倩，日期是昨天上午11点26分。下面有2个人的亲笔签字。这是你签的，这是当天的提案，系统监视分钟内作案所有把控密钥，最后系统监说作案就可以走，公司不需要地下老员工占着位置，优洁密钥、资料盒都摆在李丽面前，是他亲手收进抽屉的，之后怎么保管、怎么操作，和我没有关系。系统破坏的指控呢？对方说你离职前动了系统。我离开前只做了2件事，把管理员权限转给李丽，然后退出自己的账号，没有删数据，没有改参数，没有加任何限制。你说没有就没有，系统用不了，不等于我破坏了系统。银行风控锁户，税务端异常，新系统和旧账户对接失败，这就是操作后触发的结果，不是我离开前动了手脚。你早说旧账户有这些问题，公司怎么回事？我早说过，这是交接当天的录音，我为了自保录的。播放吧。藏匿口令器，我有交接清单；破坏系统，我有退出日志。风险提醒，我当面说过，是徐总监不让我说完。徐倩倩，交接单是你签的，提醒你也听见了。你为什么跟我说他偷拿东西，故意破坏系统？你为什么隐瞒交接事实？还有一件事，我一定说明。林秋华，你还想说什么？这是我的劳动合同，我在公司工作28年，合同期限、岗位、工资构成都写得清清楚楚。这4名人士送到我手里的解除通知，没有提前30天通知，没有协商一致，也没有合法依据，直接以严重违纪
把我辞退，这是我今天上午提交的劳动仲裁申请，180万违法解除赔偿未足额支付，年限补偿的项目依法计算出来的诉求，不是我拿刀逼你们给钱，也不是我拿账户威胁公司，是你们违法解除债权，我依法维权在后。习总监，你是不是忘了仲裁申请在我接你电话前就提交好了？解除通知是你让人事送的，通报是你发的，严重违纪是你定的，怎么到了现在反倒成了我敲诈？这里有精确提交时间。解除劳动关系是公司做出的决定，公司有管理权，公司不管理不是改革，我们当然可以。公司有管理权不等于可以把劳动争议说成刑事案件，赔偿金额是否合理由劳动仲裁机构认定。同志，可现在账户被冻，一小部门工资发不出来，这里面肯定有人恶意捣乱啊！我们已经掌握了相关证据，目前从双方提供的材料来看，没有证据证明林秋华实施了破坏系统、藏匿公司财物或者敲诈勒索的行为。这件事本质是公司内部管理纠纷，加上解除劳动合同引发的劳动争议。习总监，我已经被你开除了。一个前员工没有义务给公司提供无偿劳动，更何况我昨天就提醒过，是你让我闭嘴。后续如果有新的刑事证据，可以再报案。就目前材料，我们无法按刑事案处理，公司内部的责任划分，你们自行解决。告诉我，为什么隐瞒交接事实？我没有隐瞒，我就是觉得你这个东西不重要，因为你要不要，你不知道，你是财务总监，你不知道什么东西重要，报案就系统，根本不用这些乱七八糟的。我以为国内也能直接对接新模型，是让你把重要事讲清楚，可是不是你看我出错。你想什么？徐倩倩，就可零期你不知道重要，银行预留规则你不知道重要，那我问你，你是不是已经用你的新模型提交了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什么预缴申报？徐倩倩，你还做了什么？你不是试过？这个我都是有法，公司做了基础基础，公司业绩没有提高，那你赶紧好好好，还要多少多少，我帮公司节税，是看到大局。少缴税，徐倩倩，你管那个叫少缴税，不是说企业都是用头发，你告诉我，不要让我打核条的真实，你说企业都是用头发，你告诉我，不要让我打核条的真实，凭证完整，口径那个模型，是不是为了压缩利润，把3个月前已经不配的老旧设备又拉回来继续计算折旧了？后备设备还能折旧，还有几笔跨年应收账数款、合同发票、银行流水全对得上，你是不是让你按模型建议，先挪到表外，下个季度再确认收入？快去提模型的账户口径，公司可以调整了。你已经提交正式申报了，企业所得税预缴不是 PPT 里的模拟测算，点下提交税务系统就收到了。更正当然可以，但你一边把报废设备重启结叫挪走，一边申报有实际做成接近亏损，你觉得精确司机看不见？我没有偷税漏税，这是算法给出的费用方案，国外都是这么做的，系统会自动避税，这里不是国外，国内税务查是发票流、资金流、合同流、物流、申报数据、物流匹配，你所谓的自动避税，在精确自齐的大数据里，就是你明白的立场。你到底我的公司报了什么？你能不能回公司一趟，把这笔账给我解释清楚？林秋华现在不是如期的时候，账不动，供应商部门工资发不出去，税务漏料红灯，你对收公司旧账，也最清楚以前的申报口径，跟我回公司一趟，把账务逻辑跟税务解释清楚。解释什么？就解释旧账，旧设备报废，预收账谱，以前的申报标准，这些都是你经手的，你去说比谁都管用。对，你负责了这么多年，最清楚历史数据，你去说明是这系统也有问题，税务肯定能理解。还有银行那边，你跟柜台熟，懂他们的流程，你去帮你说几句话，先把基本柜子开，钱能打出去，公司就还能活。大老板，你听清楚，我昨天已经被公司通报开除，解除通知已经生效，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交接清单刚才都看过。现在我是公司财务，不是财务负责人，更不是授权经理人，没权限碰账务，没资格代表公司对税务做说明，也不能替公司去银行帮你签字，你就给我去一趟，帮我把话说清楚就行。抱歉，这也不行。口头说明也不合规，税务查的是公司正式账务、申报依据和凭证链条。一个被开除的前员工出考回去解释正式申报，不但没用，反而会让事情更难看。你就是不理解怎么做？申报是你提交的，系统是你换的，优华和密钥是你要求交给李丽的，交接清单上写的清清楚楚。现在让我这个前员工回去替你解释，不叫做厂家重新甩锅。不是甩锅，我知道之前有问题，责任该谁担谁担，但公司不能垮呀，账不用税务一查，后面供应商员工贷款全对账，所以更该由现在的负责人处理。法人是你，法务总监是徐倩倩，出纳是李丽，谁在职谁有权限，谁去配合。老林，算我求你，28年了，你从公司还是小作坊的时候就跟着我，账是你一本本建起来的，银行税务审计，每次都是你替我挡在前面，这次就当看在28年的情分上，最后帮我一次。28年，大老板，昨天徐倩倩在公司大群公报我，说我思想钢化、拖累改革、严重违纪，让我马上滚蛋的时候，你在群里点了赞。他说公司要狼性文化，不能养沉没成本，不能被老员工绑架，你也认可了。现在你跟我谈28年就情，正好，我也想跟你好好算算，你认可的狼性文化和你亲手点过赞的那篇公报羞辱。大老板，你刚才说28年就情，那我问你，昨天他在群里这么通报我的时候，你不知道吗？我当时在飞机上，可能就是随手点赞。这也是随手，他第一天来就让所有人9点前不准下班，说财务部以前太阳王，你知道，他当着全部人叫我什么成本，说中专生跟不上时代，你也知道，他扣我绩效，拿严重违纪逼我走，把我28年的工作当反面教材发在群里，你当知道，你还点赞，所以别说你是被蒙蔽的。徐倩倩敢这么做，不是因为她多懂管理，是她看得出来，你想借她的手轻掉我。林秋华，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公司要发展，公司要发展，我从来没拦过。你要换系统，我交资料；你要培养新人，我手把手教语音；你要流程电子化，我把旧账旧簿税务口径列得清清楚楚。我只是提醒过你，财务不是喊口号的地方，银行风口不会开始海归就往开里面，税务规则也不会因为他会做模型就自动让路。可现在公司真的撑不住了，你总不能看着28年的公司就这么垮了吧？这话你报警前怎么没想起来？你带着他上门，说我破坏系统、藏口令器、敲诈公司180万的时候，想过28年吗？安保还没看材料，你就先把我当贼。税务风险刚落地，你第一反应不是查他怎么申报的，是让我回去解释旧账，替你挡火。28年，我替公司守住底线，供应商催款，我按合同排优先级，银行抽查，我提前补全所有资料。税务口径有风险，我宁愿挨骂，也不在账上留雷。可到我临退休，你给我的是什么？全员通报，扣绩效，违法辞退，报警甩锅。老板，旧情不是无限套支的账户，你昨天已经刷爆了。林秋华，你是不是同意你就好了？你是不是搞得我这样你同意就不要出现对不对？我也不说清楚，不要我多少，我要我多少，更多大账，更多大账，徐倩倩，交接清单是你要我当天必须签完的，因为比税法网银权限系统账号和全案你要求交给了你，清单上有你签字，有你的签字，还有精确时间。录音是因为你当初骂我，打断我提醒风口，我没点击那篇话，只是把你当时说过的话原封不动存下，仲裁材料更不用我设计。你让人事把解除通知书递到我手里那一刻，违法解除的事实就成立了。我拦过，我提醒你做账户有特殊风控，你让我闭嘴。我提醒你税务口径不能乱改，你说我拿凭证让股子恶心。我提醒你交接不是指拿优卡，你说老员工最大的价值就是别扣薪自己扣退。我只是按你的命令交接，按你的命令离职，但法律规定申请仲裁。徐倩倩。
我挖的坑里。不可能，你是踩着自己的傲慢一步一步走进去的。可惜输的不是我，是规则。老林，你也一样。徐总监，国家不谈公司账务，也不接待到过警来甩锅的人，请你带着你的傲慢离开我的家。人走了，走了。老周，周转一笔，就半个月，账户解开立刻还你。哎，不是稽查，就是一点小问题。董事长，合作银行那边回复了，账户解冻前不能新增任何手续，设备抵押的手续也走不通，产权备案都要基本户配合。再打，把通讯录里能打的都打一遍。法务那边呢？零售化的仲裁材料准备的怎么样了？法务说，对方这个股权是算不大，让咱们先稳住，尽量协商，别再提起就责。知道了，让法务先拖着。徐总，银行和税务都要签字说明，这个字我不能签啊！操作都是按你指令做的，逻辑也是你给的，我就是从哪里什么意思？他老是才骗我，这个意思。不知道我还说谁自己谁负责，我当自己的责任啊！我是财务总监，出了事我自然会扛，但你不能铁板铁，交接是你接的，操作是你给的提交，现在出事了，赶全家而退。到日子了，什么日子？退休的日子。穿这个喜庆。晚上的饭店订好了，还是你爱吃的那家烤鸭店，给你好好庆祝退休。完事直接过去，我在门口等你。林秋华女士，您来了。不用，走吧，别耽误时间。现在核对双方身份，本次调解绑着自愿合法原则，先由双方自行协商，协商不成再由团员介入。林女士，这是公司首席手续划入到公司自动结清除压，加上你离职时不交接市场的公资本的核对原则，一次性支付你80万的款。双方签字后，再无任何劳动及民事纠纷。第一，交接清单有期限前，你双人签字，网银被账前线税务绩效全部计算完毕，不存在争议。走正式裁决的话，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双倍赔偿，加上诬告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金额只会高于200万。同时，劳动仲裁裁决、税务行政处罚都会在企业信用系统公示。影响招酬标资质和银行受限80万，连法律赔偿的底线都没到，我不接受。公司只是对交接流程提出合理质疑，谈不上诬告，是不是诬告？警方的定性说了算。你要是觉得80万合理，我们可以等正式开庭，让仲裁委判。我需要向公司领导指示一下。林女士，公司最终方案合计200万元整，其中180万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0万是针对前期纠纷的精神损失费。协议里都写清楚了，款项3个工作日内到账，双方无任何劳动民事纠纷，民方撤回所有投诉及仲裁申请。都写清楚了，违法解除的定性、赔偿明细都落在纸面上了。你看白纸黑字，事实不等公司不再争辩，所有明细都标得很清楚，款项公司已经安排好了，一切就能查收。公司希望今天一次性解决，不走后续程序。你们希望的事儿，终于也轮到我确认了。我签完，双方劳动争议就此了结，互不追究，是这个意思？是。公司确认说可以支付，您确认收款后续两清，前提是钱已经到账，当然。林女士，收好，这段时间给您添麻烦了。麻烦不是你添的，但你们公司付了钱，这件事就到这里。喂，林姐，公司和那几个人的后续，我跟你说，您知不知道公司这几天彻底炸锅了，税务补税、滞纳金、罚款全压上来了，数字大吓人。银行账户结冻，热补税全到付了，两头卡里现金流直接断，大老板那一套房还到付钱，以前天天讲完新口罩，现在完全先把自己要出血了。今年一开始裁员，销售、行政、财务技术都有，嘴上说业务调整，其实就是撑不住。我暂时还留着，但说不准。你自己多留心，有变动早做准备。知道了，林姐，就是看着这帮人起落，挺讽刺的。比利呢？昨天被开了，他哭着去找大老板，说自己还是提前经营办事，结果大老板当场把交接签字、操作记录甩桌上，说优逼付款申报全有他名字，不可能一点责任没有。他还突然让您电话，估计想道歉或者求您帮着说句话，HR没给。不用给，有些道歉从来不是因为知错，只是因为输不起。秦女士，这些申报记录、参数调整、审批提交、系统日记里全是你的账号操作痕迹，你说的系统自动生成站不住脚。大老板已经让法务准备起诉了，这就重大过失责任。而且这事儿在财务圈子里传开了，他以前吹的有多强，现在摔的就有多狠。林姐，退休快乐！谢谢。办完了没有？我到烤鸭店门口了。办完了，钱到账了。到账了，200万，一分不少。那我今天可不点半只了，给你整只，你别舍不得。点，今天想吃什么都点。那你快来，别又磨蹭。好，我这就来。曾经有人说我老了，没价值了，是沉没成本。可我这一辈子走得稳，站得直，比什么都值钱。林姐，我今天在您小区附近办事儿，方便的话想请您喝杯茶，给您道个谢，不会耽误您太久。林姐，我从公司离职了，上周面了家做实业的公司，也是财务岗，昨天刚收到 offer，下周一入职。挺好的，正规实业公司，财务体系稳，是个年轻人沉下心把经验学习今天过来，是想跟您说声谢谢。面试最后一轮，财务总监问我，做财务这行日常最该手做的是什么？我当时想都没想就答了2个字，手足底线不越界，凡事留记，还有背锅。总监说这个案例很多干了5、6年的老会计都通透，其实这些都是我从您这件事里悟出来的。以前我总觉得会做账会报税就是本事，看着您一步步走过来才明白，比业务能力更重要的是凡事讲规矩留凭据，不该认的锅不背，不该碰的线不碰。因为想明白这行走得稳比走得快重要，走得平比走得巧长远，去了新地方好好干，本本分分做账，踏踏实实做事，比什么都强。我记住了，林姐，本来还怕您不想再提以前的事，犹豫了好久才能约你，都过去了，这下算是彻底落定了。刚理解还来电话说几个老客户、老同事私下凑了局，晚上给你办的欢送宴都不让你掏钱，都这么多年加薪了，还找这些排场，你帮他们把了多少年的关，闭了多少红旗，第一类，晚上我陪你过去，结束了。大半辈子的职场生涯到这一夜才算真正盖章。紧张吗？第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上班这么多年，每次出门都是开会、培训、对接、审计，从来没为自己走过。现在好了，终于轮到我给自己放假了。